欢迎来到新闻频道，明星们很高兴您订阅了该频道。实力派演员硬核飙戏，悬疑剧把黑夜点燃，藏着多少时代密码？当蒋欣遇上陈哲远，这场姐弟情仇能擦出什么火花？听说蒋欣又要演狠角色了，这回她化身石化厂会计陈英，表面上是个拨算盘的对账高手，背地里却是个能摸枪审讯的职场福尔摩斯。而他的对手戏搭档，竟是靠校园剧出圈的陈哲远。从甜宠剧男主到寸头硬汉，这位95后小生为了角色减重10斤，连粉丝都调侃这是从甜系男友变成工地版战狼了。这对姐弟组合意外带感，一个是用眼神就能解剖人性的冷面御姐，一个是混迹施工队的暴脾气愣头青。路透视频里，陈哲远顶着满脸油污拽住蒋欣胳膊怒吼，反被姐姐反手甩开文件砸脸。这扑面而来的火药味倒是比工业糖精带劲多了。不过观众最担心的还是蒋欣能否撑起悬疑剧大女主，毕竟《甄嬛传》里的华妃娘娘气场太深入人心。但别忘了她在功勋里演过核物理学家，这次把算盘换成勘察工具，没准真能演出新时代大女主的另一种打开方式。90年代石油江湖，藏在输油管道里的血色往事，比起常规悬疑剧的罪案套路，把黑夜点燃的野心显然更大。故事横跨1997年至2001年，正是国企改革浪潮最汹涌的时期。剧中反复出现的输油管道爆炸，既是推动剧情的麦高芬，更是时代巨变的隐喻。当计划经济时代的铁饭碗开始崩裂，那些附着在石油系统里的权力藤蔓，岂能甘心被连根拔起？从曝光的施工队械斗戏份来看，陈哲远带领的工人们穿着洗得发白的工装，在漫天黄沙里抡铁锹的镜头，恍惚让人想起《平凡的世界》里的孙少平。而任重饰演的副厂长，被剧透每天西装口袋里揣着2种烟，这个细节瞬间立住了一个游走在利益链条中的双面人设。值得玩味的是，剧集选择重庆作为主战场，这座8D 魔幻城市本身就自带悬疑基因。穿楼而过的轻轨恰似权力迷局的视觉符号，高低错落的阶梯暗合人物命运起伏。听说剧组为了找符合年代感的石油大院，差点把山城翻了个底朝天。短剧实验背后，正剧如何拿捏年轻观众？爱奇艺把这剧定位成短剧实验，倒是暴露了行业小心思。当下影视圈正陷入2种极端，要么是注水40集的套路化长剧，要么是土味上头的竖屏爽剧。把黑夜点燃偏要闯地，3条路用12集讲透国企改革背景下的人性博弈，这操作堪比在独木桥上跳芭蕾。从制作层面看，导演刘鑫确实有资本玩心跳。他执导的《猎狐》曾用跨国追逃戏打开经侦剧新格局，这次把镜头对准石油系统，据说连输油阀门的旋转音效都做了年代区分。美术组更放出狠话，我们要让90年代的办公桌连钢笔水字都精确到国营厂牌。但风险也显而易见，剧本被曝日均修改30%，让人捏把汗。不过换个角度看，这种动态创作反而可能碰撞出意外真实感，就像剧中姐弟从反目到联手的过程，不正是那个迷茫与机遇并存的转型时代的缩影吗？当职场剧还在沉迷总裁爱上我的套路时，把黑夜点燃敢把镜头对准石油工人的铝饭盒，会计房间的铁账本，改革会议上的搪瓷缸，这份较真价本身就赢了半步。有业内人士透露，剧组请了3位退休石油系统干部当顾问，连90年代奖金分配方案都还原了。不过观众最买账的，恐怕还是悬疑外衣下的时代解剖。就像剧中反复出现的火焰异象，既是管道爆炸的灾难现场，也是黑暗中的希望火种。
当陈英在账本里发现贪污线索，当陈善在施工事故里找到父亲遗物，这些草蛇灰线的细节，或许比凶手是谁更重要。值得关注的是，该剧刻意淡化了感情线。在路演现场，蒋欣直言：“我们演的不是姐弟情深，是两个被时代巨轮撞倒的人，如何互相撕咬又彼此救赎。”这话听着带刺，倒比那些人工糖精真诚得多。悬疑赛道新变量，实力派能打破流量魔咒吗？现在预言把黑夜点燃，能否爆火还为时过早，但它至少释放了2个积极信号。其一，中生代演员开始收复失地。当流量明星在仙侠剧里重复三生三世时，蒋欣、任重们正在用皱纹演戏。张国强被拍到在片场和真工人学抡锤子，手上老茧比台词更有说服力。其二，悬疑剧终于跳出刑侦舒适区。比起故弄玄虚的连环杀人案，这种扎根时代褶皱的行业悬疑，或许更能照见普通人的命运齿轮。就像预告片里那个惊艳镜头，陈英站在90年代厂区公告栏前，手指缓缓拂过下岗名单4个字，身后是熊熊燃烧的输油管道。这场黑夜点燃的赌局能否成功，还要看剧组能否守住创作初心。但至少有人愿意冒险撕开一道口子，让光照进那些被遗忘的时代褶皱里，这本身就值得敬一杯了。